大家好，我是陈林。我们的苹果发表会呢结束了哦，那他发表了这 iPhone 啊、iPad 啊、Apple Watch，那这些东西呢，还有一个懒人包哦。如果你想一次看全部的话，你可以回头看那懒人包。那这次要讲什么呢？这一支要来跟大家聊这一次 iPhone 更新的重点。那之后呢，我会再拍一支，就会聊这个更新重点背后的技术，那就是一个更深入的。但是这一支呢会比较着重在这一代的 iPhone 跟上一代的 iPhone 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坦白说呢，看完之后呢，不明所以的人一定会觉得它了无新意啦。基本上呢 ，iPhone 只要不会飞到外太空呢，都是了无新意。可是呢，如果你是真心有在用，尤其是用 iPhone 来拍照跟拍影片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更新呢，你一定要看，而且还有增加一些大家很重视的功能，比如说120赫兹的萤幕刷新率啦，更新的晶片啊之类的东西。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那开始之前呢，记得要订阅我。那顺便提醒大家，就是现在 iPhone 13全系列的保护贴呢都预购中哦，你可以直接点开资讯栏里面的严选商城连结就可以看到了。那其他充电器啊、充电线啊这些东西也都有了哦，大家自己看。那我们就开始咯。这一次呢 ，iPhone 13呢，它用了新晶片。那原本呢，我在看的时候就想说会不会就把这 M1 晶片呢，把它放进去？后来呢，想想，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 M1 晶片，你看它还是得用笔电啊或 iPad 那样尺寸的机器的电池哦，重点就是电池才能够撑得够久。所以呢，后来想想算了，释怀啦哈。所以苹果呢，都给我们看这个 A15 晶片，看了觉得也是没败啊。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呢，在开头我们一定要先再次提醒，这次呢苹果非常奸诈啊，就是 iPhone 13呢改 iPhone 13 Pro 它有做一个区分啊，就像库克说的 Pro 就是 Pro 所以呢Pro 的呢，它的 GPU 就是它的这个显示晶片部分呢，用了5核心。可是呢，同样都是 A15 的晶片，但是在 iPhone 13呢，就只有4核心，就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呢，如果你有打手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过呢，即便是这个4核心跟5核心的差异苹果还是告诉我们它用了更多的电晶体151个，然后呢，在业界呢是最快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各位从现在的这个就是其他他牌安卓手机的行销呢，你可以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趋势。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时间呢倒回到5年前呢，那个时候所有的安卓手机在行销的时候，一定是安兔兔跑分，安兔兔跑分13万分但是呢，现在没有人敢这样讲了，因为呢，没有人安兔兔跑分可以跑赢 iPhone。那每一次比的时候呢，都是用今年最新高通晶片呢去比去年的 iPhone 那真的是有点可惜所以呢，你现在要讲的效能之王呢，其实基本上 iPhone 当之无愧那它做了这么高效能的晶片，其实我们都有用到，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iPhone 是非常有兴趣，所以下一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因为会跟你讲这个最新的晶片它效能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还是先回来看，就是今年 iPhone 的更新那今年呢 iPhone 有一个更新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非常重视的，就是它的刘海变小了你不要说刘海有没有不见以现在技术来讲那个 Face ID 的那个模组要怎么让它不见呢有的人会拿那个安卓的手机说你看它不会把它做到上面去，可问题是你把那个模组做到它的顶端的话顶端就变厚了那就从刘海变下巴下巴还长在头顶上而且你不要说下巴啦，应该说高额头啦就从刘海变高额头我个人比较偏好刘海至少小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今年呢刘海变小了其实不错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保护贴陈年严选保护贴必须要区分 iPhone 13跟 iPhone 12，就是因为它的刘海变小了，所以那个保护贴的那个通话孔的地方要改就变成2种不同的保护贴那现在我们先看这 iPhone 13但是 iPhone 13呢5种颜色那最左边的那个来看那颜色呢看萤幕好像金色啦，但其他说是粉色所以呢喜不喜欢见仁见智反正到时候如果你9月17号在预购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可以等反正到时候现场就有实体机嘛，但我是不会等反正9月17号要预购就是预购了，就是这样子那这一次呢，在 iPhone 13的尺寸没有变，一样是6.1跟5.4寸。那5.4寸这个东西呢，我必须说呢，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好处像我呢，肯定是越大越好我太太呢越小越好，因为呢她的手就
比较怎么讲呢？容易手痛所以呢，在发表会之前，我不是有一支影片有讲嘛，就是如果你的手机呢握在手上超过5分钟之后，你手就会开始痛，那就表示呢，你的手机呢买太大了你拿小一点的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手痛。这我问了很多就是骨科啦，或者是复健科医生他都这样跟我讲他说手痛呢有什么坏处呢？手痛就是容易落枕什么的，所以手机的这个尺寸呢，大家自己选一下那它的价格呢有2万多块每次 iPhone 13这些12也是这样，就2万多块，算是一个比较划算的选择嘛，少一个镜头，然后那个晶片的 GPU 也少一个核心，所以便宜点也是合理的所以这个4核心的 GPU 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不要买了 iPhone 13再说什么效能不够什么的你就比较便宜了，那你怎么办呢？这次呢有很多朋友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镜头要把它放成斜向的？因为以前镜头是上下嘛，那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次 iPhone 13把之前iPhone 12 Pro 的那个，就是它用它的感光元件去移动来做到防手震效果，那个技术是从单眼相机来的它把这个技术呢，去年呢是放在 iPhone 12 Pro Max今年呢 iPhone 13直接就有了放进去之后那个镜头太大颗嘛，就放不下，所以呢那就把它放成斜的没有什么原因，不是为了外形，纯粹就是它需要更大的空间了。所以呢这个广角镜头呢，它就增加了这个功能，就是它加了这个防手震，然后呢它的镜头也重新设计，所以防手震加上重新设计的镜头有更高的进光量，也意味着iPhone 13的拍照会更漂亮。其实去年的时候呢iPhone 12 Pro Max 拍照就明显的比 iPhone 12还漂亮所以呢平常像我在出外拍影片拍的您哥到我家通常呢就是用我的手机，而不是用我太太的手机，因为画质有明显差异。那如果你很怀疑iPhone 在拍影片的实力，你可以看去年只要我人是在户外出外景的影片，全部都是用 iPhone 拍的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说陈你那拍外景画面怎么那么漂亮我妈也说儿子你是不是开美机没有，就是用 iPhone 拍 iPhone 拍影片就是这么厉害。所以呢你拍照也好，拍影片也好呢 iPhone 是很好用的那今年呢它就是把这个广角镜头更新超广角呢就是一样，进光量更强，所以拍照更漂亮这样子。那一样所有的镜头都支援这个夜拍模式所以你要拍银河也是可以的。那再来呢，就是这个 iPhone 的13 Pro 跟 Pro Max 4种颜色，还多了这个蓝色那这蓝色呢它也特别讲就是用了新的镀金技术所以特别漂亮没看过实体我不敢说那尺寸呢一样 6.7 跟 6.1 那这次呢就没有特别讲说 6.7 的这个镜头特别好啦，我在想应该是全部镜头都用一样了，因为它不是把那个 iPhone 13镜头把它斜向排列嘛，所以可能大家都用一样，就没特别讲了。只是所以这次选的时候呢，就纯粹看你喜欢的尺寸了那它的价格呢有3万多块，没有变贵啦很多人都看那个新闻呢，就是说今年 iPhone 最新价格了7万块然后大家就说iPhone 变贵什么的，但我就觉得通常你会买到那么大容量你必定有用途的，要不然你一只 iPhone 你买 1TB 干嘛呢？我的那个 Mac Mini 都还没有 1TB Mac Mini 才512而已，我 iPhone 买 1TB 干嘛？所以你必定是有特殊用途，你才会花那么多钱买一只 iPhone 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 iPhone 呢，我通常还是看最低的那个价格啦它没有涨价就没涨价，你买那么大容量还是老话一句，买那么大容量干嘛？所以呢价格就是这样，33900。那重点你要买这 Pro 的时候呢，你就注意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 GPU 多一个核心。那 GPU 多一个核心呢，除了你打手游的时候更比较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拍照跟拍影片的时候，它的画质在处理上会比较好。因为今年 iPhone 它增加了2个新功能呢，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HDR 呢做得更好，其实这不能算是新功能，它只能算是革新我觉得它拍照拍得更漂亮。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现在拍影片呢可以背景虚化。背景虚化呢，就是你现在看我是清楚的嘛，背景是模糊的这叫背景虚化这在单眼相机上是很容易达成的，因为它感光元件大，所以物理先天的上面呢，它就可以比较大一点。但是呢
在 iPhone 上面呢，因为它感光元件很小啊，比指甲还小了，所以它先天是做不了这种背景虚化的功能，它就必须靠演算。那之前呢，回头那个时候呢，它就是用光学或者是用 LiDAR 技术去让你的照片可以有着人像模式，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不是也可以拍出人是清楚，背景是模糊的吗？可是呢，现在 iPhone 13呢，它连拍影片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它最新的这个效能呢，就是让你做这样。那 iPhone 13 Pro Max 跟 iPhone 13 Pro 呢，它的镜头呢，配置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望远、一个广角、一个超广角，只是它的望远那一颗呢，77mm 更长所以你在拍这个人像模式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体的压缩感呢，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那这镜头的部分，它是属于比较核心技术的，它有拍影片的核心技术，所以后面我就是讲嘛，我会再拍一支影片，那支影片呢，在讲技术的时候，再跟大家谈这件事情是怎么达成的，为什么拍影片也可以拍出这个背景虚化的效果这也是一个还蛮厉害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过呢，我们再回到这个 iPhone 的差异这一次的 iPhone 13 Pro 跟 Pro Max 呢，跟过往的 iPhone 呢，多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它有120赫兹的萤幕刷新率。那这120赫兹呢，其实过去很多手机都有了啦。那大家说，比如说打手游的时候很重要啊。那这东西呢，其实 iPhone 我必须说呢，不是做不到，只是呢，它在电力上要有一个平衡的。你看打游戏的时候有120赫兹很好啊，可是你看书的时候你需要100赫兹吗？不用。那你一个 paper 同一页看了1个小时，还在看同一页，那你为什么要120赫兹呢？所以呢，苹果它这一次在官网上有写，它发表会上没有详细的讲，可是官网上有写，就是他们呢在平衡这件事情如何快速的在你使用者没有感受到的情况下呢，去调整它萤幕的刷新率。所以呢，现在这个 S5 晶片呢，它做到了，它可以随时在任何一个时候，甚至呢就只是你的手指滑上去的这个速度呢，忽然间变快，或者是慢慢的滑，就这么短短的一个瞬间，晶片呢，它这个 S5 晶片它就预测你的动作，并且快速的调整萤幕的刷新率，让它的电力呢不要消耗的那么快，因为你整天都120赫兹，肯定浪费电了嘛。所以呢，这一次 iPhone 呢，它就是讲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电池尽可能的用到1天当然你整天打电动是不可能1天的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镜头，还有一个没讲到，就是它有微距功能那就可以拍那个小花就可以拍得很清楚还有叶脉这种东西这个就没有分手机，因为它是用超广角拍的所以呢，超广角它改变它的这个镜头设计，然后再加上因为它用 LiDAR 在做对焦嘛对焦做得更好，所以它连叶脉这么小的东西都可以拍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倒是我是觉得蛮惊讶，因为我看他拍手机呢，它的微距没有办法拍得那么清楚的就是有微距这样而已。可是只能说呢 ，iPhone 呢出手就是不同凡响，拍起来就很清楚。但是这毕竟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示范照片所以实际拍起来怎么样呢？我们等之后再说那刚刚讲的那个摄影的功能呢，其实就是让你拍影片的时候可以更顺拍的时候画质更好，然后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效果。你以前一定要带单眼才可以拍出背景虚化，现在 iPhone 呢就可以直接拍出来。那这个东西呢技术上比较复杂，所以最后会讲但是呢最后做个总结，就是说很多人会想啦，iPhone 这种东西呢，效能那么强拍照那么强，要干嘛其实呢，我必须说 ，iPhone 呢，它一直在希望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今天要拍影片或拍照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带单眼出门。那这个东西我自己非常有感，因为呢，过去呢，我出门一定要带单眼那我买了那徕卡 Q2 也是为了平常出门可以就是带着拍这样。可是呢，自从呢 从 iPhone 11开始它的 HDR 做得很好，然后它的这个反差也可以做得很棒之后，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特定的情况用 iPhone 拍照会比用单眼还更方便比如说大太阳的时候，你大太阳的时候你人背对着太阳，你用相机怎么拍出来人都蛮黑黑的，你要么用闪光灯，要么用反光板，可是现在 iPhone 直接就可以拍。所以像这种情况，或者是像我之前出外景的时候，在外面拍，有的时候那太阳根本就在我背后太阳在我背后，你拿那个录影机你怎么拍呢？可是 iPhone 就可以轻易的拍出来。那另外呢，苹果这次也找了那个就是什么奥斯卡的导演示范给我们看他也讲啦 ，iPhone 跟那个摄影机比起来，你平常在外面拍照你要担心去撞坏镜头，要撞坏相机还要防水干嘛？iPhone 不用iPhone 就 IP68 防水嘛，所以你要把它丢在水里拍也可以你要下游泳池的时候，相机要装防水盒，iPhone 不用。
而且呢，跟相机比起来 ，iPhone 坏了就算了，一直才3万多块你那一台摄影机有100多万，你用 iPhone 不就好了嘛？所以苹果呢关注的是这个重点，就是一个专业使用，并且把专业使用的功能呢下放到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的使用上。那你如果真的有应用到的，你会非常有感如果你的手机呢就是看看 Netflix 什么，那我只能说 iPhone 13对你来说真的了无新意，没什么差，你不要买到时候捡二手的 iPhone 12会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啦但这 iPhone 呢这次的更新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认为呢深入的技术呢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接下来的1年呢在这技术上会有什么发展。所以呢下一支影片来跟大家谈 iPhone 技术的革新大家要记得看今天就聊到这里啦。最后记得要订阅我。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后呢，你也说那好 iPhone 13我要买了，那你一定会需要保护贴，需要充电器需要的充电线，在严选商城里面呢，严选你的连结不是严选商城连结啦，在资讯栏里面有严选商城的连结真的太晚了，现在很害困了，但是还是赶快把影片拍一拍，赶快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说陈你的精神可嘉，我要支持你，那么呢，在这资讯栏里面呢，刚刚讲的严选商城还有频道会员连结，那这个地方呢，还有资讯栏这个超级感谢的按钮你看。一直吃螺丝就是 icon 的象征了这些呢都可以直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啦，像这更好的麦克风、更好的灯光这些呢都是所有的买东西的 brother sister 频道会员超级感谢的支持才有的成果，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你的收看，我是陈宁，我们下次见，拜拜。